過去和未來不存在。敢說這話的是自己人。上一集結尾，我說有人站出來，皺着眉頭說，你們拆得越精細，可能離佛陀越遠。過去和未來根本不是實有的。今天我們就來看看這個人到底是誰，他憑什麼敢拆自己人蓋了幾百年的大山。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先幫你快速回憶一下上集的核心矛盾，說一切有部花了幾百年，把佛陀的教法拆成了75種最小元素，畫出了一張法的元素周期表，然後他們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叫三世实有，法體恆存。意思是過去、現在、未來的法全都是真實存在的，過去的法沒有消失，未来的法也已經在那裡了，只是還沒輪到他登台。為什麼他們非要堅持這一點？因為如果過去不存在，因果就斷了。你昨天種的因，如果昨天已經徹底消失了，那今天的果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從虛無中，那就不是缘起了，那是無中生有。所以他們說，過去的法必須還在，只是換了一種存在方式。這個邏輯聽起來很嚴密，但問題是，佛陀最核心的教法叫什麼？叫無常。一切都在變，沒有什麼東西是恆常不變的。你現在告訴我，法體恆存，法的本體是永恆的，這跟無常到底還兼不兼容？這就是說，一切有部內部最大的裂縫。裂縫一旦出現，就會有人試圖去修補它。說一切有部歷史上出過4位重量級的論師，每個人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試圖解釋同一個問題：過去、現在、未來的法，如果本體不變，那到底是什麼在變？第一位叫法救，他的方案叫類義說。他說，法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類別變了，但本體沒變。就像牛奶變成酸奶，它還是奶，只是種類不一樣了。第二位叫妙音，他的方案叫相異說。他說，法的本體不變，但它的相貌在變。就像一個人年輕時英俊，老了滿臉皺紋，長相變了，但人還是那個人。第三位叫世友，他的方案叫位義說。他說，法的本體不變，相貌也不變，變的只是它在時間中的位置。就像一顆棋子從棋盒裡拿出來擺到棋盤上，再從棋盤上收回去，棋子始終是那顆棋子，變的只是它在不在场上。第四位叫觉天，他的方案叫代義說。他說，法的本體不變，變的是他跟其他法的關係。就像一個女人，對兒子來說是母親，對丈夫來說是妻子，對父親來說是女兒。她沒變，變的是你從哪個角度看她。4種解釋聽起來都有道理。說一切有部最終把世有的位義說定為正統。為什麼選它？因為它最乾淨。法就是法，不變類別，不變相貌，不變關係，只是在時間線上換了個位置，簡潔、優雅、好操作。但你仔細想想，這4種方案有沒有一個共同的問題？有，他們全都在偷偷保留一個不變的東西。法救說類變但體不變，妙音說相變但體不變，世友說位變但體不變，觉天說關係變但體不變。不管你怎麼換花樣，最後都要守住一個底線，法體不變。可佛陀說的是什麼？諸行無常，一切有為法，沒有一樣東西是不變的。你現在告訴我，有一個叫法體的東西，它在三世中恆常存在，永遠不變，這不就是佛陀一輩子在拆的那個東西嗎？你把它叫法體，婆羅門教把它叫梵，叫阿特曼，叫永恆的自我，名字換了，邏輯沒換。你用佛陀的工具蓋了一座佛陀不会住的房子。這個矛盾不是外人發現的，是從說一切有部自己的陣營裡有人看出來的。這一批人後來被叫做精量部，梵文叫薩特蘭提迦，意思是以精為量，就是以佛陀親口說的經為唯一標準。你那些後人寫的論，那些越來越複雜的阿毗達摩，對不起，不算數。佛陀怎麼說的，我就怎麼信。這個態度本身就是一種宣言，它等於在說，過去幾百年你們拼命建造的那套論藏系統可能偏了。
我們要回到源頭去。精亮部的思想源頭，學術界一般追溯到一位叫鳩摩羅多的論師，中文又譯作童壽。他大約生活在公元2到3世紀。關於他的生平，史料非常有限，但他留下的核心觀點，像一枚炸彈一樣，在說一切有部的大廈裡炸開了一個洞。他說了什麼？他說，過去和未來不是實有的，只有當下這一剎那是真實存在的。這句話的殺傷力，你可能還沒完全感受到。讓我幫你翻譯一下。說一切有部花了幾百年，建造了一套精密的體系，核心地基就是三世實有。鳩摩羅多走過來，蹲下身，指着地基說，這塊是假的。那你馬上會問，如果過去不存在了，因果怎麼辦？我昨天做的事，今天怎麼還有結果？過去的因如果已經消失了，現在的果從哪兒來？精亮部給出的答案是一個非常精彩的模型，叫種子說。他們說，過去的法確實滅了，但它滅的時候不是什麼都沒留下，它在滅去的同時，把自己的力量像一顆種子一樣種進了下一個剎那。這顆種子又傳給再下一個剎那，再傳，再傳，形成一條不間斷的相續之流。這就是精亮部最核心的概念，叫相續轉變差別。相續就是不間斷的傳遞，轉變就是每一剎那都在變，差別就是變到某一刻，條件成熟了，果就冒出來了。你注意它跟說一切有部的根本區別。說一切有部說，過去的因還在那裡，它是實有的，所以現在的果能找到它。精亮部說，不對，過去的因已經滅了，但它滅的時候留下了一顆種子，這顆種子像接力棒一樣，一剎那一剎那的往前傳，傳到條件成熟的那一刻，果自然就現前了。我給你打個比方，說一切有部的因果觀像一個巨大的倉庫，過去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整整齊齊地擺在倉庫的貨架上，永遠不會被清走。你今天領到的果報，就是有人去倉庫裡把那個因取出來交給你的。精亮部的因果觀呢，像多米諾骨牌，第一張牌倒了，它推倒第二張，第二张推倒第三張，第一張牌早就躺在地上不動了，但它的力量通過每一張牌的傳遞，一直活在鏈條裡，直到最後一張牌倒下。哪個更接近你的日常經驗？你想想看，你10年前受過一次傷，那個事件已經過去了，那個場景，那些人，那些話都已經不在了，但你心裡是不是還有一種東西在？它不是那件事本身，而是那件事留下来的痕迹。它被一天一天的携带着，在你的性格裡，你的反应模式裡，你的某些不自覺的回避裡，一直傳遞到今天。說一切有部會告訴你，那件事還在，它在過去式裡實有地存在着，所以你今天還受它影響。精亮部會告訴你，那件事已經滅了，但它滅的時候，在你心裡種下了一顆種子，這顆種子每天都在微微的轉變，影響着你的每一個反應，直到有一天某個條件觸發了它，它就以新的形式顯現出來。你覺得哪個描述更真實？如果你覺得是後者，恭喜你，你的直覺和2000多年前的精亮部論師是一樣的。而且你如果熟悉我們頻道之前講過的唯识學，你會發现一件很有趣的事。精亮部的種子說和後來唯识學的阿赖耶識種子體系，簡直像是同一套思想的早期版本和成熟版本。唯识學說阿賴耶識就像一片巨大的種子倉庫，一切經驗都以種子的形式儲存在裡面，等待因緣成熟時現行。這個框架根就扎在精亮部這裡。思想史有時候就是這樣，一個人在2000年前種下一顆種子，他在地底下傳了幾百年，等到無著和世親的時代才破土而出，長成了一棵參天大樹。說到世親，這裡要特別澄清一下，因為很容易搞混。前面講的那4位論師之一的世友和後來寫俱舍論的世親不是同一個人。世友是說一切有部的辯護者，他提出了位義說，是這個陣營的守門人，而世親生活在大約4、5世紀，比世友晚了好幾百年。
世親做了一件什麼事呢？他寫了一部叫《俱舍論》的巨著。這部論表面上是在整理說一切有部的全部學說，像一本百科全書一樣，把75法、三世十有、剎那生滅所有東西都講得清清楚楚。但如果你仔細讀，你會發現他在整理的同時，一直在用精量部的觀點悄悄地拆說一切有部的牆角。這就像什麼呢？就像一個建築師接了一份活，說幫你畫一張你家房子的完整藍圖，他畫得極其精確，每一根柱子、每一面牆都標得清清楚楚。但他在藍圖的關鍵位置用紅筆標了幾個字：此處承重不足。俱舍論就是這樣一張藍圖，他讓所有讀他的人一邊看懂了說一切有部的全部構造，一邊也看見了這座大廈最脆弱的地方在哪裡。後來有人評價說，俱舍論是聰明人的炸藥，它不是從外面扔進來的炮彈，而是從內部結構裡找到了裂縫，然後輕輕一推。我們站遠一點，看整個這段歷史，你會發現一個反覆出現的模式。佛陀說了一句話，叫一切無常。後來的人為了解釋這句話，建了一個巨大的系統，叫阿毗達摩。為了讓系統自洽，他們不得不說法體恆存。然後另一批人站出來說，你們為了解釋無常，居然造出了一個恆常的東西，這不是自相矛盾嗎？這個模式在人類思想史上反覆出現，不只是佛教，所有試圖用系統去捕捉活的真理的嘗試，最終都會面對同一個悖論。系統越精密，它離那個活的東西就越遠。地圖畫得越詳細，你越容易把地圖當成了領土本身。精量部看見了這一點，他們說別再畫地圖了，回去看佛陀怎麼說的。佛陀說無常就是無常，過去滅了就是滅了，不要為了你的系統需要硬說它還在。但精量部自己也沒能逃脫這個模式，他們提出的種子說，後來也被一代又一代的論師發展、細化、系統化，最終變成了唯識學那套更龐大、更精密的體系。一個用來拆系統的工具，自己也變成了一個新的系統。這或許就是人類認知的宿命。我們沒有辦法赤手空拳地面對真實，我們總需要一個模型、一套語言、一張地圖，但每一張地圖用久了都會變成一堵牆，然後就需要有人站出來把牆拆掉，露出牆後面的風景，然後再有人把那片風景畫成新的地圖。所以今天這一集，與其說是在講精量部的哲學，不如說是在看一個更深的問題。你心裡有沒有一些你深信不疑的框架、模型、理論，他們在某個階段幫過你，但現在可能已經變成了一堵你自己都沒察覺的牆？你不需要立刻回答，但你可以留意一下，下次當你特別確定某件事的時候，那份確定感本身是不是也值得被看一看？好了，精量部用以精為量的旗號，從內部拆了說一切有部的地基。但佛教的歷史並沒有因為一場思想論戰就改變方向。真正讓整個棋盤翻轉的，不是一個哲學家，而是一個皇帝，一個殺了10萬人之後跪在屍山血海中痛哭的皇帝。他的名字叫阿育王。他做了一件事，讓佛教從一個印度本土的修行團體變成了一個橫跨半個亞洲的世界性宗教。這就是我們下一次要走進的故事。你覺得一個理論從內部被質疑和從外部被攻擊，哪一種更致命？你自己有沒有經歷過從內部推翻自己過去深信不疑的某個信念？那個過程是什麼感覺？評論區告訴我。我是王立杰，我們下期見。